自从我 post 了 castor oil 蓖麻油对我们中年女性皮肤的好处和用法，就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和热议。有些人用了之后呢，觉得蓖麻油它很好用，但是呢，也有人说 coconut oil 或者是其他一些自然的油用起来也很舒服，也很好用，所以呢，就突然给了我一个启发。我就在想，不如给大家做一期4款比较热门的天然油，有蓖麻油，有 coconut oil， 有玫瑰籽油，也有 jojoba oil， 这些呢都是被大众所熟知的天然油。在今天的视频里呢，我会和大家分享这4款油的成分和它们用起来的质地的感觉。到视频的最后呢，我会和大家总结一下谁最适合哪一种油，你有用对吗？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啊！如果你对天然以油养肤的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，那就请继续看下去吧。为什么以油养肤，特别是天然油现在这么红呢？其实越来越多的人，特别是熟龄期的女性，开始回归到使用简单、干净和无添加的护肤用法。因为天然油的成分呢，它比较单纯，特别适合熟龄、干燥和敏感的肌肤。但并不是所有的油都一样，毕竟我们每个人的肤质是不一样的。有些人用了呢，它会长痘痘；也有些人用了之后呢，觉得好像反而皮肤更干了。特别是要选针对自己的肤质来选择正确的油来养肤。我是干性肌肤，有的人是油性肌肤，也有的人是敏感肌，甚至有的人是混合肌都有。而且每个人的肌肤状况也不一样，有的人想淡斑，有的人想去皱纹，也有的人想抗氧化保湿，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，所以在选择油类保养方面也有所不同。那首先说一下蓖麻油，在之前视频里呢，我已经有介绍过，如果你没有看过的朋友呢，可以去看一下我专门介绍蓖麻油的这个视频。蓖麻油呢，它是由蓖麻籽榨炼出来的，它的质地呢是非常浓的、黏黏的，所以擦在皮肤上的感觉呢也是很厚重、很粘稠的感觉。它最大的卖点呢，就是它里面含有蓖麻酸。蓖麻酸呢，它不仅可以起到保湿的作用，它还可以抗发炎、抗菌，还能够帮助我们的胶原蛋白再生。有研究发现呢，它可以深层的进入到我们的肌肤。有时候呢，我会晚上涂一层蓖麻油作为最后一步的护肤保养，但是我也不会每天都这样做厚敷，1个星期做个1-2次，其他时间呢，我都会把这个蓖麻油混合其他的油在一起，擦在我眼睛周围，这样呢可以起到滋润，可以淡化我的皱纹。蓖麻油的优点呢，就是修复力很强，可以淡化细纹，并且滋润度也很高。但是它的缺点呢，就是白天不能用，因为它太粘稠。一般建议呢，都是在晚上时候用。用起来的时候呢，最好也是和其他的油混合在一起用，1:1的比例。之前在我的视频里呢，我也有分享过怎么样使用蓖麻油。那蓖麻油适合哪一些朋友用呢？蓖麻油呢，它非常适合熟龄肌、干性肌肤，晚上保养用是最好的。再来呢，就是 coconut oil， 很多人呢会用它来作为护发，或者呢是作为身体油来擦。它的质地呢要比 castor oil 稍微清爽一点。coconut oil 呢，它里面是含有月桂酸，它是有很强的抗菌的功能，所以也有很多人用coconut oil 早上去挖一勺这种凝固的 oil 放在嘴里面去漱口，它可以起到一个抗菌的作用。在护肤方面呢，它可以帮助我们舒缓发炎，并且修复干燥的肌肤。coconut oil 的优点呢，就是它不仅便宜，而且呢它的用途也很多。它不仅可以当卸妆油、润唇膏，还可以当成我们的发尾油来使用，甚至于椰子油呢也很适合在我们身体部位很干燥的部位去使用它，可以滋润保护皮肤。但是椰子油的缺点呢，它是容易长粉刺，会堵塞毛孔。因为椰子油到了一定低温的时候，它就变成一种油蜡，所以呢不太适合油性肌肤或者是你的毛孔粗大的朋友去使用。如果你真的想用 coconut oil 在脸上呢，我建议你就用比较轻盈的油，比如像这一类的 baby oil， 它里面有 shea butter 和 coconut butter oil 一起，比较轻盈的。像这一类的油呢，
你可以混合其他的油一起用，也非常舒服的。接下来呢就是玫瑰果油了。玫瑰果油呢可能是抗老界的明星了吧，大家已经对它很熟悉了。它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 Omega 3 and 6脂肪酸。它的厉害之处呢，它可以促进我们的胶原蛋白再生，帮你把细纹、痘痘都抚平，肤色呢也会变得越来越均匀。尤其是熟龄肌或者是皮肤暗沉的朋友，玫瑰果油呢真的是非常有效。我自己呢就非常喜欢使用CBT 的玫瑰果油。你看这我已经用完了，这已经是第2瓶了，我已经用完了。它非常好用，而且非常轻盈，也不黏腻。最近呢我就在试这个 The Ordinary 的 100% Fermented Rosehip Seed Oil， 我在试用它，用下来感觉也非常好。像这类的玫瑰果油呢，它比较轻盈，而且呢也很快的会被我们的皮肤吸收。玫瑰果油呢，它里面含有天然的维他命 A， 也就是视黄醇的前驱物。它不仅可以改善我们的细纹斑点，还能够很好的均匀我们的肤色。它是一种非常天然的抗老的油，用在脸上呢不会让我们起痘痘，是一款非常适合熟龄肌的护肤油。它的缺点呢，其实也不能说完全是缺点，它的效果用起来比较慢，一定要长期使用。其实所有的油，包括所有的护肤产品，只有长期使用才能看到一些效果。我一直说护肤是一个长期保养的过程，不要去指望这些护肤产品能够一夜之间，或者是用了1-2个月马上就能让你看到奇迹的发生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特别是在用油保养这些天然油的保养方面，一定要持之以恒，这样慢慢的才能看到效果。所以玫瑰果油呢是非常适合皮肤暗沉或者是毛孔粗大的熟龄肌女性。再来最后呢就是 jojoba oil。jojoba oil 的质地呢是非常轻盈的，是最接近我们人体皮脂的，所以它相对其他的油来说也是最轻盈的一个油，清爽不油腻。jojoba oil 呢，它里面是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和抗氧化成分，它可以很好的平衡我们的油脂分泌，是属于所有油类中最清爽的一类油。它非常适合作为所有油的基底油一起混合使用。由于 jojoba oil 呢，它是属于清爽型的油类，所以在保湿方面和其他的油相比呢，就稍微的弱了一点。所以这类油呢，非常适合油性肌肤的朋友使用，也很适合敏感肌的朋友。比如说我一直很喜欢用的妮维雅的 Body Lotion， 因为我洗完澡皮肤干，我不喜欢用太油腻的东西，洗完澡太油腻，你再穿上其他的衣服，你会觉得身体上黏哒哒的，所以我不喜欢。但是这个妮维雅的 lotion 它非常好用，它里边就含有 jojoba oil， 非常清爽，洗完澡你擦在身上，你不会有那种负担，不会有那种油腻的负担的感觉，很清爽，马上就会被皮肤吸收，而且摸上去皮肤是很丝滑很嫩的。擦完以后让我的肌肤感觉很滋润，但是呢又很丝滑，不会有那种很黏黏的感觉，非常好用。介绍了那么多油，那么我们应该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呢？在这里呢我就总结一下，如果你是50岁以上的熟龄肌，而且皮肤呢是比较偏干性的肌肤，晚上呢就可以使用 castor oil 蓖麻油来做最后一层的护肤使用。其实不用每天晚上都整张脸去护肤，可以1个星期厚敷脸上1次就可以了。平时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只要在眼睛周围的部位稍微擦一下。如果你觉得太油腻太黏的话呢，可以配合一下其他的润肤霜，又或者是其他的油一起使用，这样你整个晚上护肤下来，第2天早上起来呢，你的法令纹啊，你的皱纹啊就会比较滋润一点。如果你的肌肤呢是容易长痘痘长粉刺的呢，就建议你用 jojoba oil 加上玫瑰果油一起用，这样呢既能给你起到抗老保湿的效果，但是呢又不会给你的皮肤增加负担长痘痘。如果你的皮肤现在是又干又敏感呢，那可以建议呢在身体上擦 coconut oil， 可以选择 coconut oil 加 shea butter 这一类的 baby oil 使用，这样你的脸上就不会有负担。又或者呢也可以使用玫瑰果油加 jojoba oil 一起使用。总之每个人的肌肤都不一样，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这一类的油呢，记得在你的耳朵后面或者是在你的手腕处测试一下，
特别你是敏感肌的朋友，测试一下反应，这样比较安全。就像我之前视频里介绍的，这些油呢都可以混合着使用。我自己本人呢就比较喜欢用蓖麻油加一些其他的油使用，或者是有时候加一些润肤霜来厚敷。记得每次用呢，只要少量的用，轻轻的按摩让它吸收就好，也不要一次抹太多。好了，今天的天然油分享就分享到这里。你平常都在使用哪一种天然的油护肤呢？记得在下面的留言框留言给我们，和大家分享。如果你觉得今天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